1个小时之后，一架直升机从加拉加斯市上空横掠而过。苏无忌独自一人驾驶着飞机前往安第斯山脉东路的方向，而刺杀之王的徒弟洛克斯并未在飞机上。这家伙对南美极其熟悉，径直带着罗森前往了巴西与委内瑞拉交界处的雨林里。洛克斯把半死不活的罗森藏得严严实实，在苏无忌再次联系他之前，这个宝藏男孩都不会露面。毫无疑问，这个举动让禁锢黑渊的某些人快要疯掉了。无忌已经和烈焰大队取得了联系，双方将会在位于安第斯山脉东路的伊马塔卡铁矿带边缘会合。3个小时之后，暮色渐渐笼罩大地，苏无忌的身形从山中走了出来，前方就是伊马塔卡铁矿带。在夕阳的余光之下，大地都泛着铁锈的颜色。而苏无忌距离目的地巴特伦铁矿步行还需要好几个小时。苏无忌此刻的穿着看起来就像是个普普通通的矿工，脸上脏兮兮的，身上也全是污渍。大队长。这时候，一个身影走到了他的旁边，开口说道：战士们已经分组散布在周边，李小飞化妆进入了巴特伦铁矿，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此人穿着蓝色的矿工服装，脸上脏得已经看不出来本来面目了，竟是烈焰大队的副大队长万辉尘。在苏无忌不在的时候，万辉尘带领着烈焰大队顺利穿越了巴西与委内瑞拉的边境线，行踪隐匿得非常完美。我们也进去。苏无忌说道。万辉尘说道：沿路都已经探查好了，这2天整个山脉东路都不算平静。行，边走边说。苏无忌说道。2人一路快步前行，此时夕阳渐渐沉到了山下，天色越来越暗，路上遇到了不少收工的矿工。在矿区的道路两边都是简易的生活区，工人们住着8人间的活动板房，这已经算是条件不错的矿区了。要是换作其他的简陋矿区，许多工人都得睡20-30人的大通铺。苏无忌问道：具体不平静的地方在哪里？万辉尘继续说道：我们的侦察兵昨天发现了有小股武装分子分散进入了伊马塔卡铁矿带，大概20-30人，我们没有与他们发生交火。苏无忌的眉头轻轻一皱，说道：能判断出来这群佣兵的实力在什么级别吗？他不知道这群佣兵的到来跟自己有没有关系。万辉尘说道：全是顶尖的美式装备，在南美绝对算得上是一流水平，那些本地的毒贩子远远比不上。苏无忌微微眯了眯眼睛，这就有点意思了。万辉尘随后说道：还有今天早晨距离巴特伦铁矿5公里之外的锡安铁矿发生了规模不小的爆炸，死亡人数不小。苏无忌听了，心脏为之一紧。是生产事故还是人为的？如果这矿洞里有华夏失踪的军官，那就麻烦了。据说是矿工们因生活条件太差而暴动，点燃了炸药，炸塌了一个矿洞。万辉尘说道：但这只是流传的说法，官方已经封锁了消息，我们没来得及详细调查真相。苏无忌说道：巴特伦铁矿那边有问题吗？目前看来一片平静，暂时没有情况发生。万辉尘说道：不过那铁矿虽然名义上属于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但所有的管理工作都是由委内瑞拉本地的矿业公司来负责的。苏无忌问道：这些矿业公司都是什么背景？都是地头蛇，
要么黑，要么毒，两者不分家。万辉尘说道。哪怕淡水河谷公司在国际上能稳坐铁矿石的头把交椅，可在这里开矿，他们也得老老实实把头低下来。苏无忌说道。说不定这些矿业公司背后还有官方站台，告诉战士们多当心一些。他知道这里应该已经到了黑渊的势力范围了，既然能把华夏的失踪军官们藏在这里那么长时间，那么这个神秘势力对于整个委内瑞拉的影响力必然是难以估量。然而此刻他们刚刚走过的那片生活区忽然间乱了起来，矿工们纷纷高声喊着往外跑，一个个脸上带着惊慌。苏无忌停下了脚步，眯起了眼睛。这是在给自己前往巴特伦铁矿的路上设置障碍吗？万辉尘立刻说道。大队长，这里交给我来盯着，你先往前走。毕竟随着苏无忌越来越接近真相，禁锢黑渊必然要想方设法来阻止他。现在看来，这2天安第斯山脉里的不平静，背后极有可能是有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着。苏无忌刚刚答应，便有一名慌不择路的矿工撞到了他的身上。怎么回事？苏无忌一把拉住对方，问道。看长相，这应该是个委内瑞拉本地的矿工，他的表情里满是仓皇，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疯子有个疯子，杀了好几个人，快跑，他马上要杀过来了。苏无忌问道。你先别走，告诉我对方怎么杀的人。用刀捅肚子的，地上都是血，太可怕了。这矿工浑身发抖，说道。他刚刚差点就捅到我了，太吓人了。苏无忌依然揪着他的衣服，没让这矿工走，继续问道。在这座矿里，你有没有见过华夏矿工？这个矿工喊了一声。见过。说完，他就要挣脱苏无忌的手。你快松手，快松开啊，我可不想死。看他这惊惧的样子，显然生活区里所发生的杀人事件给他造成了极大的恐惧。然而苏无忌根本没有放手的意思，他继续问道。你在哪里见过，告诉我。这矿工指着那一片生活区喊道。我在最里面的房间里见过2个华夏人，他们是黑羊，在这里已经待了好几年了。黑羊是这一片矿区的黑话，代表着没有身份的劳工。这种劳工要么是偷渡来的，要么是被贩卖来的，不仅没有当地身份，甚至有许多人根本没有人身自由，干活的时候还需要带着脚镣或者定位器。苏无忌的眼睛迷了起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了10几张钞票，塞到对方的口袋里。说详细点，他们长得是什么样子？很黑很瘦，再具体就不知道了。这座矿的守卫也从来不让他们跟我们说话。这矿工很着急，似乎是看在了那10几张美元的面子上。他抬手指着500米开外的生活区顶楼。如果你真的感兴趣，就过去看一看好了。然而此刻那一片生活区的顶层忽然爆发出了一大片火光，爆炸了。远远看过去，爆炸的正是顶楼走廊尽头的最后一个房间。现场变得更加混乱了，这座矿的所有工人都惊慌地朝着外面跑过来。快松开我，快跑，快跑啊！那矿工着急地喊道。苏无忌见状，松开了抓住那个矿工的手，随后朝着一片混乱的生活区奔去。万辉尘紧跟而上，那矿工满脸惊慌地汇入人流，边跑边喊道：快跑，都别挡路，我可不想被炸死。其他矿工们跑得更快了，甚至还发生了推搡和踩踏。此时整座矿都陷入了狂乱无序之中。
那些矿区守卫们甚至都不知道到底具体发生了什么，他们一个个端着枪朝着爆炸区域冲去。然而这时候又一波爆炸发生了。这一次爆炸的不是生活区，而是矿坑区域。新开采的一个矿坑此刻爆发出了冲天的火光，甚至连带着脚下的地面都传来了轰轰轰的震感。这爆炸太强烈了，沉重的采矿设备都被生生炸散，零件满天飞，有的甚至掉落在1公里之外。发生这种规模的爆炸，里面的人是别想跑得出来了。附近也有几个乔装打扮的烈焰大队成员，他们本来正在承担着侦察任务，此刻看到混乱发生，全都本能地围向爆炸区域。他们的想法也很简单，如果有华夏失踪军官在里面的话，那么能救一个是一个。不要过去。这时候这些队员的耳机里面同时响起了苏无忌的声音。他说道：这里有我在，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影响你们前往巴特伦铁矿。听到大队长的声音居然响起来了，烈焰大队的队员们纷纷觉得有了主心骨。这几个乔装打扮的战士们立刻转向汇入奔逃的人群，朝着巴特伦铁矿的方向而去。而这时候，之前被苏无忌抓住腮前的那个矿工已经跑到了1公里之外的山林里。这家伙的速度还挺快的。他坐在一片山石的后面，扭头往矿洞的方向看了看，随后抚了抚心脏，似乎心有余悸。差点露馅了。这个矿工自言自语，深呼吸了半分钟，他才拿出了一个通讯器，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禁卫大人，任务完成，捅了4个人，制造了一场混乱，而且一个新矿坑已经被我炸掉了。很好，你会收到赏赐的。通讯器那边传来了一道声音：事后会向大裁决长表明你的贡献，你会很快晋升为1级成员。谢谢禁卫大人。这矿工随后说道：那个华夏青年已经被误导了，接下来的几天他应该都会留在这座矿里调查真相。原来骚乱就是这个矿工引起的，爆炸也是他搞出来的，撞苏无忌的那一下也都是故意而为之。这一切为的就是给苏无忌形成误导，逼得对方不得不停下前往巴特伦铁矿的脚步。然而这矿工的话还没说完，一道声音便已经在他的身后响起：真相不都已经在眼前了吗？还有什么好调查的？当这声音传来之后，那个矿工浑身一个激灵，一股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恐惧感从他的心底骤然冒了出来。没错，之前的害怕都是装出来的，但现在的恐惧绝对不是演的。这家伙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跑，可是一股拉扯之力瞬间从自己的脖颈之上传来，冰凉的剑锋已经贴着喉咙了，一圈紫光正紧紧缠绕在他的脖颈之上，鲜血随之滴落。这个矿工刚刚往前冲了半步，脖颈的皮肤便瞬间被剑锋刮掉了一大片。演技不错啊，差点连我也骗过去了。苏无忌冷笑着说道，意识到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身首异处。那个矿工浑身肌肉紧绷，他高举双手，深吸了一口气，连忙喊道：误会，都是误会。苏无忌冷冷说道：误会个屁！他伸手进入对方的口袋，把10几张美元掏了出来。当时周围有很多奔逃的矿工，但是这家伙偏偏不偏不倚地撞到了自己的身上。这种巧合往往就是最让人怀疑的。苏无忌第一时间就留意到了对方的不正常，他之所以揪着这家伙不放，甚至还付了这么多钱，
看起来是在问着问题，可实际上就是在寻找着证据，顺便稳住对方。引起他怀疑的最大证据就是血腥味。这家伙身上和手上的血腥味道相当浓郁，他那脏的看不出本来颜色的牛仔裤上其实溅了不少血，只不过在夜色的掩盖下，让人很难看出来。之前这家伙和苏无忌撞在一起，以至于后者的衣服上都沾染了一些血腥味儿。苏无忌甚至从这家伙的身上闻到了淡淡的硝烟味道，他对这种气味可实在是太熟悉了。这就是火药味，那一场爆炸必然就是出自于这家伙之手。在这个矿坑里搞出了那么大的动静，又是杀人又是爆炸的，但凡自己的警惕心稍稍低个半分，都要被这家伙给骗过去了。真的是误会，我就是个普通的矿工。这家伙还想解释，然而苏无忌已经把通讯器从他的手心里扯出来了，冷冷说道：你当我瞎呢？普通的矿工会有这玩意儿吗？他把通讯器放到耳边，然而这时候通话已经被切断了。处于通讯器另外一端的人似乎并没有想要和苏无忌对话的兴致，或者说他担心这个鬼精的华夏青年会从对话里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苏无忌一把揪起了这矿工的领子，将他提了起来，问出了心中最想知道的答案。刚刚爆炸的生活区到底有没有你所说的2个华夏人？那矿工明显迟疑了一下，苏无忌的右手一拉剑柄，说实话，冰凉的剑锋瞬间收紧，这位矿工立刻感觉到了呼吸不畅。没有。这矿工忍着疼说道：完全没有，这一切都是我骗你的。苏无忌的手腕一抖，紫色软剑便如同毒蛇一样从对方那血淋淋的脖颈上滑了下来。下一秒，这把剑便陡然绷直，直接刺进了对方的大腿。回答我到底有没有？苏无忌的声音之中透着无比强悍的压迫力。你要知道，现在这把剑距离你的大动脉只有不到2公分。这矿工说道：真的没有我是禁锢黑渊的3级成员，我今天才接到的命令，就是要在这里制造混乱，想方设法的拖住。呵呵，这么容易吐口，看来你对禁锢黑渊的忠诚度也不怎么样。苏无忌冷冷问道：在这一片铁矿带，你有没有见过其他的华夏人？这位3级成员忍着疼连连摇头：没见过，真的没见过。苏无忌的手腕一拉，那把紫色软剑立刻在对方的大腿上割出了一道口子，顿时血流如注。这名黑渊成员疼得打了个哆嗦，连忙说道：希望你相信我，我不仅没有见过，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他们的消息。苏无忌问道：刚刚和你联系的是裁决庭的第几禁卫？他听到了这个矿工清楚地喊出了禁卫大人这几个字。第4禁卫，莫林斯。这个矿工连忙答道。苏无忌问道：你一个3级成员，有资格和裁决庭的禁卫直接联系？事实上，他对黑渊的成员级别完全不清楚，之所以这么问，完全就是因为本能地觉得这级别有些不太对劲。当然没有资格联系他们，但是这次是莫林斯大人直接找到的我。这矿工说道：我受命在整个铁矿带潜伏，等待召唤，这一等就是5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倒是不像是说谎，这手里的通讯器应该已经很有年头了，早都停售了不知多少年了。提前5年潜伏在这里？苏无忌冷冷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格罗坦。这矿工连忙说道。苏无忌冷冷说道：你是怎么知道禁锢黑渊的？又是怎么成为黑渊3期成员的？这名叫格罗坦的家伙说道：因为我是继承了我父亲的位置，他以前是1级成员，只是死在了某一次的行动里。你们这玩意儿还能世袭呢？苏无忌话锋一转：你知不知道巴特伦铁矿？他的语速很快，前后问题经常出现大跨度，几乎不给对方反应的机会。但凡格罗坦有半点犹豫，他便是直接一拉紫色软件，让后者疼得完全没有任何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我知道这座矿。这个小小的3级成员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出了一句相当关键的信息：据说巴特伦铁矿和黑渊的关系非常亲近，甚至极有可能是黑渊直接控制的。什么？黑渊直接伸手控制铁矿？苏无忌之前有过这样的推断，但是自从那个坐标发送到自己手机上的时候，他又不这么认为了。没错，真的是这样。格罗坦说道。你刚刚用的还是不确定的语气，紧接着就这么确定？苏无忌眯了眯眼睛。你的消息源到底来自于哪里？说话间，他那握着剑柄的手又是一凝。随着他的这个动作，软剑的剑锋已经无限逼近大腿主动脉了。来自于我的父亲，他曾经在巴特伦铁矿工作过。格罗坦腾的身形狠狠一颤，说道：千真万确，我不敢骗你。大队长，有人过来了。万辉尘扭头低声喊道。在苏无忌审问的时候，老万一直在附近警戒。此刻在他的视野里，已经有好几道身影朝着这边摸过来了。不，确切地说，他们的目的地似乎并不是苏无忌所在的位置，而是斜后方那一片混乱的铁矿。这群人穿着深色作战服，手里明显有着枪支，看起来绝非矿山的武装守卫。万辉尘低声说道：好像是我们之前见到的那小股雇佣兵。苏无忌一拳把这个格罗坦打晕了过去，随后说道：老万，你带着这家伙找地方隐蔽，我留着他的命令有用处。是。万辉尘立刻拖着这个3级成员离开。就在苏无忌准备跟在那几个佣兵后边的时候，被他缴获的通讯器里忽然传出来了滋滋啦啦的电流声。显然这老式通讯器的质量不怎么样，而这种声音就是通话接通的前奏。一道微有熟悉的声音从中传了出来：我很欢迎你来到委内瑞拉，但并不赞成你绑架罗森。这声音用了变声器，但苏无忌很确定这就是裁决庭的凶语。凶语第一，我没有在委内瑞拉。苏无忌呵呵冷笑。第二，罗森是谁？苏无忌，你我现在应该坦诚相见。凶语说道。你在这种关头依然装傻，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开什么玩笑，和你这种人坦诚相见？苏无忌说道。行吧，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就回答你的问题。凶语毫不犹豫。好，说话算数。想了想，他淡淡的补充了一句：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对我撒谎，那么你以后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有效的信息。苏无忌呵呵一笑。警告我，你之前还安排禁卫要杀我，我会在意你的警告吗？那是过去的事情了。凶语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和他纠结。在南美，你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和我合作。苏无忌不置可否，开始发问了。巴特伦铁矿的坐标是你发给华夏的？是。凶语直接承认了。苏无忌说道。目的是什么？当时他判断出来凶语这么做
就是因为那次被打服了，准备投降了。但现在对方明显改变了立场，又重新给自己设置了障碍。鬼知道这安第斯山脉里还有多少陷阱。目的就是退让，那一局是我输了。修宇简单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随后说道：我不认为你猜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该我发问了。你问吧。苏无忌说道。今天我会真实回答你。凶宇问道：罗森是不是在你的手上？苏无忌很诚恳地说道。不呲哎，这个臭不要脸的家伙倒真的不认为自己撒谎了，毕竟罗森现在是在好哥们洛克斯的手上。凶宇似乎并不指望从苏无忌这里得到真实的答案，他继续说道：罗森上次没有死在加勒比海上，那么他这次便不能再死了，你一定要把他交给我。苏无忌呵呵一笑：交给你，然后你以此来化解裁决庭和禁锢庭之间的矛盾，好人你来做，坏人我来当。他一眼就看明白这个凶宇想干什么了。上次凶宇对罗森动手，但是却被后者逃脱了，显然现在禁锢庭必然已经向裁决庭发难了。把人给我，条件任你开。凶宇说道。好啊，我的条件也很简单。苏无忌呵呵一笑：你把自己里里外外都洗干净，送到我的面前来。洗干净？听到苏无忌提出的这个条件之后，凶宇明显沉默了。苏无忌冷笑道：这样看来你的诚意不太足啊。凶宇的语气之中听不出任何心情。我并不认为我比罗森更值钱，如果我这么做了，能够换回来的只是你的羞辱而已。苏无忌呵呵一笑：凶宇，你们当时在加勒比海上造了一个杀局，无论是我还是罗森，只要闯进那艘货船，最后都是要死的。而如果罗森先死了，那么你们就可以嫁祸到我的头上了，禁锢庭的报复都会冲着我来。所以你此刻还提出跟我坦诚相见，脸皮这么厚的吗？凶宇轻轻嗯了一声。苏无忌分析的一点没错，这确实是他之前所设想的，把罗森的死推到苏无忌的头上。这样一来，即便后者没有死在两大禁卫的手里，也会陷入禁锢庭无休无止的追杀。苏无忌此刻就是重提，无疑是在谈判中的施压技巧。1分钟之后，凶宇再度开口：我只要罗森除了我个人之外，其余条件你来开。苏无忌：我要找回所有失踪的军官。凶宇说道。地点我已经告诉你了，但关于那座铁矿中具体的细节，裁决庭的高层们都不知道，我来的时间不长，更不可能了解这些。算了吧，你这根本不是坦诚合作的态度。苏无忌说道。既然条件任我开，那么干脆用你的性命来换罗森的性命，这多简单。凶宇当然不可能答应这个提议，他想了想，说出了一句关键信息：据说巴特伦铁矿里有南美古董级的超级强者，甚至可能是猩红之神和罗森的师傅。我加入黑渊的时间不长，只能了解到这种程度了，祝你好运。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猩红之神和罗森的师傅？他早就意识到猩红之神和罗森应该是师出同门的，两人那一手飞刃的本领实在是太相似了。只不过猩红之神的飞刃攻击力起码是罗森的2倍以上。苏无忌心中觉得这消息非常重要，但嘴上却只是呵呵一笑。你的这消息只能换回罗森的一只手，可远远不够换他整个人的。说完，他直接切断了通话。凶宇本想多说几句，可苏无忌主动挂断了电话，让他莫名有种被将了一军的感觉。沉默了一会儿，凶宇便迈步离开了瀑布前方的水潭。
在经过雪人身边的时候，后者缓缓地睁开了眼睛，问道：“你去哪里？”胸羽面无表情，并未明说。苏无忌到达了安第斯山脉，很快就要接近巴特伦铁矿了。雪人一眼看穿了他要去做什么，于是说道：“你把铁矿的坐标告诉了他，现在又要去阻止他，这完全是多此一举。”的确，胸羽之前退了一步，看似是示好和投降，但如果继续动手，会让他所做的一切前功尽弃。雪人刚刚的这句话，完全是站在苏无忌的立场上的。他知道胸羽很不好对付，如果后者非要加入战局，和禁锢亭并肩站在一起，那么一定会给苏无忌造成一些麻烦。胸羽说道：“雪人先生，我没有任何办法。他抢走了罗森，禁锢亭和裁决亭之间的矛盾会因此而无限放大。到那个时候，裁决亭无论如何也无法继续保持中立的立场了。”雪人并未对这个行为有太多的评价，只是反问道：“但是你能拦得住他吗？”胸羽轻轻摇了摇头：“我的确临时对他设置了一些阻碍，但是……”他没有说下去，显然对此不是那么自信。起码双方刚刚能通过这通讯器对话，就表明自己的第一次设置障碍已经对苏无忌失效了。雪人说道：“无论别人给你多大的压力，你这个在幕后做决定的角色，都无需亲自赶赴第一线。”胸羽沉默，显然并不这么想。雪人接着说道：“只要你的诚意足够大，苏无忌是会把那个罗森还给你的。”胸羽自嘲地笑了笑：“我还能拿出什么诚意来？就算把我自己脱光送到他的面前，我想他也不会多看一眼的。”那可不一定。雪人摇头一笑：“你很漂亮。”胸羽看了看他，话锋一转：“雪人先生，我不会放了你的。”雪人：“我不是这个意思。以我现在的身体而言，自由不是关键选项。”胸羽说道：“但也许是苏无忌的意思。”雪人摇头笑了笑：“胸羽，你是个聪明人，而像你们这种人，往往会陷入某个深井中而不自知。”胸羽问道：“你也是这种人吗？”雪人说道：“我是过了很久之后才意识到的。”胸羽静静沉思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说道：“雪人先生，你这是在诱导我去帮助苏无忌。”雪人摇了摇头，微笑着说道：“这不是诱导，而是你现在的最佳选择。”胸羽又沉思了好一会儿，才说道：“我会和苏无忌保持联系的。”雪人笑了笑，道：“你是个漂亮女孩，趁着还年轻，提前给自己寻找一个退路，或者早点找一个靠谱的男人结婚，从此相夫教子，并非坏事。”胸羽说道：“雪人先生，你这么讲是对女性的侮辱。”说完，他转身走开。等胸羽离开之后，一个黑袍身影不知不觉地出现在了水雾之中，正是之前让胸羽找回罗森的那个神秘人。雪颜，还这黑袍人说道：“你这个人质，却当着我的面这么肆无忌惮地拉拢胸羽，你觉得合适吗？”雪人笑了笑：“无论我怎么拉拢胸羽，他都是你这位大裁决长选中的人，这一点不会有任何改变。”原来这个黑袍人竟是裁决庭的大裁决长。之前雪人和胸羽之间的所有对话，都已经传入了这位黑渊大人物的耳中了。这位大裁决长说道：“以胸羽的聪明才智，他或许早就猜到我在附近，所以才会给你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雪人摇头说道：“猜到与猜不到都不重要，信任与不信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大裁决长问道：“
重要的是，除了这个凶宇之外，你再也找不到一个这么像你的人了。雪人说道。聪慧淡漠无情，心中还有一点点的变态，听起来都不是什么好词。凶宇一定不喜欢这个评价。大才局长轻轻摇了摇头，笑着说道：但我已经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了，或者说现在的我才是真实的，因为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刻起，那就是个充满了伪装的我。说完，他直接坐在了旁边的大石头上，找了个舒服的半躺姿势，望着前方的瀑布说道：其实罗森被抓，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好头疼的。雪人微微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苏亚雷斯刚刚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真的很像以前的你。这位名叫苏亚雷斯的大才局长说道：禁锢亭会不会因此对我发难，我根本不在意，但我手底下的孩子们会因此而不太好过。雪人望着瀑布说道：这些激进派其实也活不了多久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华夏的报复就要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了。苏亚雷斯轻轻摇了摇头：不，他们太懂得怎么藏人了。美国对整个拉美的掌控力那么强， CIA 的那些特工们无孔不入，可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找到那些失踪15年的基因科学家。雪人说道：最近米国陈兵加勒比海，说不定跟这件事情有关。苏亚雷斯：你失去人身自由，对外面的事情了解的倒是不少。都是跟凶宇聊天的时候说起来的。雪人的话锋突然一转：如果苏无忌死了，这将是整个黑渊的灭顶之灾，你们没有一人能够善终。大才觉长听了这话，站了起来：你说的对，我非常赞同。雪人：所以呢，你准备躲到哪里去？大才觉长扶了扶脸上的面具说道：还能是哪里？当然是回去上班啊！我旷工那么久，很担心我的养老金。说完，他迈步离开。真的只是无比简单的迈步，动作看起来也是一点都不快。可是，这苏亚雷斯的每一步都仿佛在空气中带出了残影，眨眼之间便消失在了山林的夜色之中。雪人收回了目光，笑了笑，似乎目的达成，心情很好。随后他闭上眼睛，披着从山林缝隙间洒下来的月光，再度睡去。此刻周围似乎也没有谁在看守他，但是雪人好像并未打算主动离开这儿。与此同时，苏无忌已经跟上了那几个全副武装的武装人员。他清楚地看到，这些人拔出匕首，在混乱之中摸到了那些矿区守卫的身后，割开了他们的喉咙，杀人动作非常专业。在看到此景之后，苏无忌的第一反应便是，这几个武装分子可能是矿主的仇人雇佣的，此刻特意来搞事。不过他们6个人接下来便是两两一组，3组人员分别进入生活区搜索。看着他们那极为标准的战术动作，苏无忌改变了之前的推断。这个时候，他的通讯器里响起了万灰尘的声音：大队长，委内瑞拉陆军第1师已经在安第斯山脉东路集结，国防部声称有恐怖分子进入了国境。苏无忌盯着那几个身影，摇了摇头，说出了心中的推断：不是恐怖分子，应该是米国的特种部队。烈焰大队来了，米国特种部队也来了。苏无忌的眼睛里流露出来危险的光。禁锢黑渊这次惹到的人可真不少呢。想到了之前与凶宇之间的对话，苏无忌掏出了手机，打了个电话。接通之后，他的语气一下子变得腻歪了起来：
亲爱的老爸，这次对面有个老家伙，我肯定打不过，想从你那里借几个人帮帮我，可以吗？猩红之神都那么难对付了，他的师傅得恐怖成什么样子？苏无忌可不傻。电话那边响起了苏芮的声音：也行，那我找个人帮你的忙。苏无忌满怀期待地问道：谁呀？老爸咳嗽了一声，说道：华夏陆军以前有个少将，长得挺不错的，身手也还勉勉强强，最近退休了之后，正好在南美旅游呢。苏无忌居然还有点不满意：怎么只是个少将，换一个行不行？苏无忌在向老爸求援之后，还吐槽了一句：我到底是不是这老登亲生的啊？我这眼看着都要到少将了，居然只是安排一个少将来支援我，而且还是个退休了的老胳膊老腿的，还能打得动吗？其实苏无忌一贯是喜欢未雨绸缪的，遇事往往都有多套准备方案，但是这一次他极有可能要触及禁锢黑渊的重兵把守之地，又有可能碰到猩红之神的师傅。苏老板对自己的真实实力有着清楚的考量，他还没狂妄到以为自己能够单枪匹马地端掉对方的老巢。该啃老的时候就得毫不犹豫地啃老，不然父辈们辛辛苦苦奋斗了大半辈子，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咱们儿孙能过上好日子吗？对于这一点，苏无忌一直想得很透彻，只不过某个老登几乎不给他啃老的机会。这时候，那6个疑似米国特种兵的武装人员已经完成了对一大片生活区的搜索，他们的行动十分迅捷，紧接着便进入了相邻的另一片生活区，逐门逐户的排查。由于发生了大爆炸和凶杀案，这生活区里的人已经跑光了。不过大部分的矿工都停在了1公里之外，六神无主地观望着情况。苏无忌本想继续前往巴特伦铁矿，但又本能地觉得这些疑似米军的武装分子有些不对劲，于是便又多观察了一会儿。事实上，他对凶宇是有一些怀疑的。对方加入禁锢黑渊的时间并没有多久，哪怕此刻有暂时停火的心思，但也并不一定知道那巴特伦铁矿里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的。面对这种凶狠又狡诈的敌人，多留个心眼总是没错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苏无忌忽然见到远方的夜色之下，有一簇火光骤然一闪而逝。他对这种光实在是太熟悉了。狙击枪，砰！枪声撕裂了夜色，一名疑似米军的武装分子胸前当即溅射起了一朵血花，随之扑倒在地上。砰！间隔1秒钟之后，对面200米开外也响起了狙击枪声，子弹径直射向了刚刚火光冒出来的位置。对狙，米军这边显然也埋伏了狙击手。短暂的停顿了半分钟之后，没再有新的枪声响起。最先开火的狙击手应该已经被干掉了。6人小组减员1人，剩余的5人继续搜索。然而就在下一刻，接连2道炽热的火龙骤然从夜色之下咆哮而出。轰轰轰！火箭弹狠狠地撞进生活区，活动板搭建的3层小楼瞬间坍塌。5个米国大兵起码有3个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下，烟尘弥漫开来，周遭的一大片都目不能视。苏无忌的眼神一凛，迅速确认了一下火箭筒的发射位置，随后弯腰压低了身形，如同猎豹一般从外侧悄无声息地迂回了过去。而就在苏无忌迂回包抄的过程中，米军方面的狙击枪再度响起，可是这次却没打中。
敌人的回应也很简单，又是接连2发火箭弹射出，直接把那个狙击位火力覆盖了。毫无疑问，这些伏击米国人的武装人员也是极为专业，大概率也有着特种部队的背景。苏无忌的脚步无声无息，迅速靠近了那火箭弹的发射位置，鼻尖已然传来浓烈的硝烟味道。在一处倒塌了采矿设备后面，他听到了2人在小声对话。那个米国狙击手应该死掉了，不要大意，继续盯着，绝对不能让任何米国人靠近这里，就算是大意一些也没关系。现在米国人的战斗力下降的太多了，在这安第斯山脉之内，他们就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小白兔，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说的倒也没错，这些米国人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找到他们的人，这次也算是他们最接近真相的一次了。苏无忌倒是颇有同感，毕竟这次米国大兵的潜入水平不怎么高，昨天都已经被烈焰大队发现了。要不是万辉尘不想节外生枝，这些米国特种兵都没法搜索到这儿。这时候，苏无忌远远看到有一名趴在地上的米国大兵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拖着受伤的同伴向废墟外面挪去。以米国大兵以往的作战习惯，如果处于了这般劣势之中，必然应该已经提前呼叫空中支援了。可现在苏无忌仍未听到任何直升机的声音，估计不会有直升机飞进来了。那委内瑞拉的陆军第1师应该已经把山脉东路彻底封锁了。山石后面再度传来2人的交谈。把这2人也干掉吧，让这群米国人有来无回。好。一个身影站起来，把单兵火箭筒扛在了肩膀上。然而正当他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眼前忽然闪现出了一道紫光，唰，一阵清凉又锐利的感觉从肘弯掠过，此人的2条胳膊皆是齐肘而断。啊！这个家伙当即发出了一声惨叫，沉重的单兵火箭筒也随之摔在了地上。另一人立刻扶住了他。怎么回事？你的胳膊怎么没了？由于刚刚所发生的一切实在是太快了，这个站在后面的守卫甚至还没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下一秒，他的呼吸便是骤然急促了起来，因为一道身影已经犹如鬼魅一般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前。他睁大了眼睛。你是人是鬼？苏无忌并未立刻回答他，握着紫色软剑的手随意一甩，锋利之极的紫光便从那个失去了双臂的武装分子脖颈间横扫而过，一大股鲜血瞬间喷涌而出，那脑袋顺着山坡咕噜噜地滚了下去。苏无忌对这些家伙没有任何的留手，因为他知道今天这群人敢对米国大兵动手，那么明天就敢对过来寻人的华夏人动手。功夫不负苦心人，这座距离巴特伦铁矿还有几个小时路程的矿，看来问题也不小。剩下的那个矿区守卫简直被吓傻了。苏无忌一把揪住了对方的领子，说道：你是什么人？此人穿着普普通通的矿工衣服，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只不过苏无忌已经看出来，对方那衣服的下面有着极为精悍的肌肉，而右手食指和虎口处有着一层厚厚的老茧，这是常年握枪才能形成的。对方战战兢兢地反问道：你是什么人？苏无忌没回答，而是直接一剑刺进了对方的肚子。他冷冷说道：见没见过华夏人给你3秒钟回答，不然我现在就割断你的肠子。别杀我！这家伙感受着腹部的剧痛，
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有4个华夏人和5个米国人关在一起。”苏无忌之前俘虏了一个名叫格罗坦的裁决庭的3级成员。据此人所言，他在这座矿里潜伏了5年，从来没见过什么华夏人。当然，也许这家伙平日里只是个普通矿工，并没有机会接触到核心密地。4个华夏人？苏无忌冷冷问道。在什么地方说？腹部的剧痛让这个武装分子不敢有任何的拖延。他抬起手，哆哆嗦嗦地指向了1号废弃矿坑的深处，道：“在下面有个废弃的垂直勘探井，入口被伪装过了。”苏无忌揪起他的领子，拔出了紫色软剑，横在了对方的喉咙前。立刻带我去！冰冷的杀意从苏无忌口中的每一个字中散发而出，让这个武装分子控制不住的开始打哆嗦了。哈哈，我立刻带你去。这家伙说道。但是我只是知道那里关着人，里面有安保门，我也进不去。从他们所处的山坡位置到达那一处废弃矿坑，起码有2公里的距离。这一片全是开阔地带。此时月光颇为明亮，苏无忌抓着一个俘虏前行，身形在月色下一闪而过，带出了道道残影。他的脚步虽然极快，可精神依旧保持高度集中，感知力如蛛网般将四周的所有细节笼罩在内。远处那一名米国特种兵终于将同伴拖到了相对安全的掩体后方，暂时也没有枪声响起。这个米国大兵并不知道，由于一个华夏青年的帮助，他和同伴刚刚逃过一劫。由于刚刚这一场伏击战，使得那些矿工们跑得更远了，整个矿区皆是弥漫着一股寂静又肃杀的氛围。苏无忌拎着这个俘虏，绕过堆积如山的废弃矿渣和锈迹斑斑的机械设备，走向了矿坑边缘一个极其隐蔽的角落。那里看起来就像是一堆随意丢弃的采矿废料和破烂木板，若非有人指引，绝对无法发现异常。就是这里。这名矿区守卫喘着粗气，指着那一片木板说道。苏无忌眯了眯眼睛。怎么进去？对方说道。这里平时没有人来，把那几块木板搬开就可以了。苏无忌留了个心眼，并未立刻进去，而是问道：你是什么人？我要听实话。我是叶尊严。这矿区守卫说道。我以前是当兵的，委内瑞拉国民警卫队的少校，后来呢？苏无忌说道。后来退役之后，为大毒枭塔亚服务。这矿区守卫说道。这座波比瑞斯铁矿，塔亚是大股东。这个名叫塔亚的男人，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前首富，也是被洛克斯戴了绿帽的那个男人。他之前被米军特种部队追得稀里哗啦，在安第斯山脉里藏了近半年，现在想来应该就是躲在这铁矿里了。苏无忌此刻不禁有点后悔，怎么只把罗森俘虏了，而把那个塔亚给放掉了。这时候苏无忌的耳边通讯器里响起了万辉尘的声音。大队长，有一股武装力量要强行进入山脉东路，和委内瑞拉第一师交火了，双方现在打得非常激烈。苏无忌问道。让侦察兵靠近一些，看看能不能分辨出是哪一方的武装力量。万辉尘那边已经有了答案，说道。大概率是以前经常在拉丁美洲活动的黑暗佣兵团。苏无忌听到这个名词微微一愣，反问道。我听说过这个江河日下的佣兵团，是不是和我爸还有点关系？
苏无忌在进入勘探井之前，又和这个俘虏聊了几句，得知对方名叫索泰尔多，今年已经40岁了。此人为塔亚工作的年薪是30万美金，放在现如今的委内瑞拉，这已经是很夸张的收入数字了。而之前消失的半年里，那个塔亚基本上是一直躲在这铁矿的生活区内。米国零星派人来搜寻过几次，但并没有取得想要的结果。米国人真正想找的，此刻正被关在这座矿的废弃矿坑之下。我最近接到的任务就是防止所有米国人进来。这个索泰尔多说道。矿区守卫配备了很多武器，即便是因此毁掉整座波比瑞斯铁矿，也在所不惜。远处传来了隐隐约约的炮声，显然东路边缘的交战正激烈，不过那边距离这座铁矿还挺远，苏无忌不至于被波及。万辉尘的声音又在通讯器里响起，他汇报道：据说委内瑞拉的第1师是准备封锁整个东路，然后开始地毯式搜索潜入人员，可是搜索还没来得及展开，便遭到了黑暗佣兵团的猛烈进攻。委内瑞拉的政府军参与进来做什么？苏无忌皱着眉头，非要趟这种浑水？随后他的眼睛里闪过了一道复杂难言的光。难道说和墨西哥那边一样，委内瑞拉的政府军也是受私人指挥的？现在看来唯有这个解释。而苏无忌也不太确定，黑暗佣兵团此次忽然参与进来，也不知道是为了米军还是为了他自己。这个曾经强盛的佣兵团确实已经沉寂一些年月了，起码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和苏无忌在华雷斯遇到的毒蜘蛛佣兵团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了。毒蜘蛛个个精英，如日中天，而黑暗佣兵团则是销声匿迹，江河日下，渐渐没有声息了。但这一次，这支老牌佣兵团突然间一爆发，让委内瑞拉的陆军第1师都有点顶不住。东路的包围圈很快被打出了一个豁口来。苏无忌说道：老万让咱们的侦察兵不要参与进去，注意自身安全。这是。万辉尘。大队长，你那边情况如何？苏无忌扭头看了看那伪装极好的通道口，轻轻地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想暂时不去巴特伦铁矿，也能取得一些意外的收获的。他的语气有些凝重，但是万辉尘却能听出这凝重背后的振奋感。苏无忌沉默了一会儿，随后用长剑抵住索泰尔多的后腰，说道：你去打开通道口。那个国民警卫队的前任少校不敢有丝毫犹豫，捂着不断渗血的腹部，踉跄着向前走去。我也只是被同伴带着下来过2次而已，其实对下面的防御状况并不太熟悉，只知道有一支精锐的10人小队常年在此地把守。他一边解释着，一边喘着粗气，费力地挪开几块看似沉重，实则做了手脚的木板，露出了一个黑黝黝的洞口。这洞口向下延伸，仅容一人通过。当木板全部挪开之后，一股复杂难闻的气味随即冲了出来。这气味里混合着铁锈、霉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消毒水气味。你先进去。苏无忌冷声说着，用剑尖戳了戳索泰尔多的后心。好。这家伙应了一声，眼底闪过了绝望和恐惧交织的神情。他知道就算进去也可能会没命，但不敢不从，于是弯腰钻了下去。洞口下方是一段简陋的钢铁阶梯，深入黑暗，周围的通道墙壁连一盏灯都没有，让人心中莫名感觉到不安。苏无忌深吸一口气，把自己对于环境的感知力
提升到极致，也跟着弯腰进入。这一段完全摸黑的阶梯并不短，走到尽头之后，苏无忌粗略估计了一下，垂直高度上起码下降了30米。到了底部，终于有点光了。眼前是一条粗糙开凿的甬道，壁上挂着明显有些年头的防爆灯，灯光昏暗，提供着极其有限的照明，空气愈发浑浊。走在这儿，隐隐能够听到前方传来一些机器运转的声响，似乎是新风系统的声音。除此之外，就只有2人的脚步声了。就在前面，过了拐角，有个大铁门，里面就是关人的地方了。带路的索泰尔多声音微微有些颤抖，腹部的伤口一路滴着血，他的体力显然已经到了极限。就在这时，前方通道拐角处突然传来一声厉喝：“索泰尔多，是你吗？你怎么下来了？刚才外面的爆炸和枪声怎么回事？”索泰尔多的身体一僵，刚要开口，苏无忌的手已经如同铁钳般扼住了他的脖颈。苏无忌的手指微微发力，索泰尔多动脉处的血流被截断，眼睛一翻，身体软绵绵地瘫倒在了地上。苏无忌暂时没杀他，但从这个家伙腹部伤口的失血量来看，能活多久，纯粹看天意了。苏无忌将索泰尔多拖到阴影处，自己则是紧贴着散发着霉味的潮湿岩壁，屏住呼吸。脚步声从拐角处接近，一个提着新式突击步枪、穿着普通矿工服的男人探出头来，他眼神凶狠地扫了扫甬道，冷冷说道：“索泰尔多，你在搞什么鬼？”他的话音未落，眼前紫光一闪，苏无忌动了，他的身影如同鬼魅般的从防爆灯的阴影下掠出，紫色长剑划出了一道冷冽的弧线，精准地切过了那一只持枪的手。这个守卫甚至没来得及感到疼痛，只觉得胳膊一轻，步枪和半截小臂已经掉落在了地上。他惊恐地张大了嘴，惨叫声还未冲出喉咙。苏无忌已经闪现到了跟前，左手并指如剑，狠狠点在他的喉结上。咔嚓，守卫的惨叫声被硬生生堵了回去。他的喉骨爆碎，双眼瞬间布满了血丝，捂着喉咙瘫倒在地。解决掉这家伙只用了2-3秒钟。苏无忌在他的身上摸了2下，并未找到任何的身份牌和门禁卡之类的东西。他没有多做停留，闪身越过拐角。眼前是一个更宽一些的甬道，被改造成了简陋的看守据点。一张破桌子，几把椅子，桌上有一台老式拨号电话，还有一台老旧饮水机。另一个守卫正背对着这边，屁股靠着桌子，拿着老式电话的听筒在打着电话，居然完全没觉察到背后竟然有别人接近。是，这里一切正常，米国人一定发现不了。这个守卫的语气之中流露出了浓浓的自信。以波比瑞斯铁矿的防御力，一定会让这些米国人有来无回的。这话倒也不是吹牛，毕竟之前索泰尔多那3个人就已经让米国的6人小队狠狠吃瘪了。而这边发生的激战一定会引来更多的米国大兵。果然不出苏无忌的预料，此时从地面上传过来的枪声似乎更加密集了。这守卫对着电话说道：“放心吧，老板，米国人在过去的10几年都发现不了，更别想在一时半会儿找到这儿。”他挂断电话，忽然觉得身后有点不太对劲，于是下意识地回过头。砰！迎接他的是一记快如闪电的鞭腿，
守卫如同被高速行驶的卡车撞中，整个人离地飞起，狠狠砸在岩壁上，肩胛骨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此人重重摔落在地，鲜血不断从喉咙涌出，以至于他连一道惨叫声都发不出来。苏无忌一把揪起了对方的领子，将这家伙提了起来，说道：刚刚在给谁打电话？在这通道尽头的墙壁上有一扇厚重的铁门，这扇门是从外面锁住的，一把大号金属密码锁挂在上面，看起来颇有分量。看这铁门的厚度就知道隔音极好，外面发生的任何动静都传不进去。这里确实太老旧了，通道里连个监控都没有，似乎对自身的防御力极为自信。这守卫的眼睛里涌现出了惊恐之色，他根本没想到在这里还能见到外人。你是米国人？他战战兢兢地问道。我是华夏人。苏无忌冷冷说道。回答我刚刚的问题。是跟我们的大老板在联系。这守卫说道。他打电话来询问下面的情况。听到苏无忌是华夏人之后，他并没有松口气，相反，眼睛里的凝重和惊惧之意似乎更多了一些。你们大老板是塔亚？苏无忌问道。不，塔亚只是表面上的大股东而已，真正的大老板另有其人。这守卫说道。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位大老板布置的。苏无忌冷冷说道。打开那扇门。守卫连连摆手。以门后的防御火力，你如果进去一定会死的。他知道如果自己给苏无忌开门了，事后也一定会被大老板处死的。苏无忌用剑锋贴住对方的喉咙，说道：门后有什么？守卫这时候也不敢隐瞒。有一支10人的特种小队，出自委内瑞拉的猎人学校，他们是精锐中的精锐。这个猎人学校在国际上极其有名，这些年甚至都有了被神化的趋势了。这里号称超级特种部队的摇篮，许多国家的特种兵每年都会派出优秀的小队参加猎人学校的地狱式训练。除此之外呢？苏无忌问道。没了。这守卫犹豫了一下，否认道。说啊。苏无忌的剑锋下压，对方的脖颈表层立刻破开了一道口子，鲜血顺着剑尖滴落在地上。还有一位神秘人，据说是近战高手，实力极强。这守卫说道。那些猎人学校的精锐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苏无忌冷冷问道。这里面到底关着谁？守卫正要回答，可这时候那台老式电话的铃声忽然响起来了。